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6 2024年9月9日，冲绳北部的国头村与大宜味村发布了洪水警报。这次的警报是基于当地连续的大雨，特别是当天下午至晚间，雨势急剧增强，每小时降雨量达到110毫米以上。这些降雨不仅对低洼地区构成威胁，还可能引发土石流与河川暴涨，当地居民面临极高的灾害风险。气象局呼吁民众随时注意更新的气象信息，并在必要时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冲绳地区的地形与气候使得它特别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尤其是在热带气压和台风季节。此次洪水警报特别针对低洼地区发出，因为这些区域容易积水，河川暴涨也会进一步加剧水患。当地政府随即启动应急计划，提醒居民提前准备避难物资，并敦促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尽早撤离，以免灾害发生时措手不及。此次事件再次强调了防灾准备的重要性。虽然政府不断提高灾害防范能力，建设更完善的排水系统，并进行防洪演习，但极端天气的无法预测性让许多地区的居民难以应对。如何进一步强化防灾教育，提升应急响应能力，成为冲绳和其他频繁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首要课题。最后，不禁让人思考，当面临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时，当地居民和政府还能做出哪些改变，以应对越来越频繁且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次洪水过后，是否会引发更大范围的灾害防范措施改革？ Hot Search 7随着2026年高雄市长选举的脚步逐渐临近，柯志恩的民调表现引发了广泛讨论。根据最新民调，即使距离投票日尚有2年多时间，柯志恩已在民进党的大票仓高雄市展现出强势的领先地位。所有民进党可能的市长候选人在与他的对决中都显得略逊一筹。此次民调显示，无论民进党推出林岱樺、赖瑞隆、许智杰，或是邱意莹与许明春等人，柯志恩的支持率都明显较高。例如，林岱樺与柯志恩的支持度对比为 35% 对 40%， 赖瑞隆的情况亦相同。许智杰和邱意莹则分别落后柯志恩 8% 和 9%。 最大的差距出现在许明春与柯志恩的对比中，许明春的支持率仅为 24%， 而柯志恩高达 45%。 这样的民调结果不仅凸显了柯志恩在高雄市的强势吸引力，更反映了高雄选民可能正在寻求政治变革。柯志恩的民调优势除了反映他在市民中的广泛支持外，也可能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有关。作为国民党的一员，他在多个公共议题上的立场可能与高雄市民的期待相符，这使他能够跨越传统的政党界限，吸引更多非蓝营的选民支持。随着选战的进展，这股民调风向是否会转化为选票，将是观察的重点。高雄市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因此出现重大转变，将对台湾的政治版图带来深远影响。面对这样的民调结果，民进党是否会调整策略，以回应选民的新期待？柯志恩又将如何巩固他的民调优势，转化为最终的选举胜利？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Hot Search 8声优平野绫的婚姻生活再次成为媒体焦点，这次是因为他与谷口贤治的离婚协议。他们的关系自今年1月公开以来就备受瞩目，但如今仅过了短短8个月，婚姻便宣告破裂。这对于声优界来说不斥为一次大新闻，也让平野绫的个人生活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平野绫在声优行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她的每一个动态都能引起粉丝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这次的离婚协议让她的私生活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无数粉丝和媒体都在试图解读背后的真相。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个人的每一次决定都可能成为外界评价的标准。平野的这一决定尤其引人注目，这件事也引起了人们对声优生涯压力的关注。虽然声优不需要像表演艺术家那样频繁出现在镜头前，但他们在保持声音魅力和表演新鲜感上的压力巨大。平野绫的这次离婚协议不禁让人思考，声优在职业和私生活之间如何平衡。此外，这件事也引发了关于媒体与公众如何处理公众人物私生活的讨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声优的个人选择和生活决定，在享受其带来的艺术表演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尊重其个人生活的隐私？总的来说，平野绫的离婚协议不仅仅是娱乐新闻，更是关于声优行业压力、公众人物私生活与公众期待之间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我们该如何平衡对这些艺术家的欣赏与对他们私生活的尊重，可能会是一个长久的话题。Hot Search 9. 李惠芝曾是民视的知名新闻主播，如今转型成为行政院发言人。这一转变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人好奇她是如何从媒体界踏入政治圈的。李惠芝的职业生涯长期与新闻和报道联系紧密，而成为行政院发言人，这意味着她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面对全然不同的挑战。从新闻界到政府部门，这样的职业转变其实并不罕见，但每一次都会吸引不少目光。李惠芝过去的新闻背景无疑给了她在面对媒体和处理突发事件时的优势。然而，政府发言人的工作远不止于媒体沟通，还涉及政策的解释、公共形象的维护，以及与不同部门的协作。这让人不禁好奇，李惠芝能否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顺利应对，并展现她的实力。李惠芝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大的讨论，除了她的知名度外，也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正式进入政治领域。对于许多熟悉她的观众来说，她一直是屏幕前的专业主播，而这次她将承担更具挑战性的角色。行政院发言人的工作繁重且充满压力，不仅需要应对日常的媒体提问，还要能够快速反应并提供准确的政策解释。为什么李惠芝能在这样的转型中脱颖而出？这是否代表着她拥有强大的政治智慧和沟通能力？或者这背后有更深层的政治布局？她会如何应对新的职责和压力？这些问题正是推动这个话题持续热议的原因。观众们也不禁要问，李惠芝是否能够成功适应她的新角色，并继续在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发光发热。Hot Search 10. 大同染整，这家在台湾运营了50多年的公司，近日因长期欠薪等劳工权益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劳工指控公司多次违反劳动基准法，包括加班费短发、工时超时以及扣除员工特休假工资等情况，甚至还出现了片面实施无薪假的现象。这样的行为已经持续多年，让员工们忍无可忍，最终在外籍劳工和本国劳工联手筹组工会，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公司依法支付欠薪。大同染整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欠薪，公司在8月底宣布即将于60日内关厂歇业，这一举措令员工感到错愕和愤怒。工会指出，很多员工已经为公司工作了10多年，积欠的薪资金额庞大，但公司只愿意支付5年内的补偿。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为何这起事件能够如此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首先，大同染整作为台湾老牌企业，长期违反劳工法令，这不仅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更反映出台湾部分企业在经营困难下，如何以牺牲劳工权益来减少成本。而在全球劳动权益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这种行为显然已无法被接受。另外，工会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台湾的劳工保护法虽然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劳工仍然面临着种种不公平待遇。此次抗争能否成功，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并对其他劳工产生示范效应。最后，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当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是否有其他方式来平衡企业利益与劳工权益？劳工权益的保障是否应该成为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些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